好，我们今天要来好好搞懂一件事：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参数到底是怎么被更新的？很多同学学深度学习会写 PyTorch，也知道要呼叫 optimizer.step，但如果你问他这一行背后在做什么，为什么要用 Atom，Scheduler 是干什么的，很多人就开始说不清楚了。这份投影片的目标就是把这几个概念从头厘清。我们会从最基本的问题出发，梯度下降到底在做什么，一路到 Atom、Scheduler， 最后再看 PyTorch 的实际程式码。右边的图是一个 loss 曲面的等高线图，橘色的折线是梯度下降的路径。你可以看到它走得很不平滑，跌跌撞撞，这是正常的。我们今天要理解的就是这条路为什么长这样，以及怎么让它走得更好。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你要从山顶走到山谷，但你看不见整座山，你会怎么做？这就是梯度下降面对的核心问题。我们的训练资料集有几万、几十万笔，每次更新参数，如果都要把全部资料算一遍，计算量会大到根本跑不完。所以，我们有两种极端的选择。左边的 Batch GD， 就是每次更新前，把整座山的地图看清楚再走一步，计算精确，但极度缓慢，资料量一大，根本不可行。右边的 Stochastic，就是蒙着眼睛，每次只随机抓一笔资料来估计梯步，然后马上走一步，很快，但路走得很乱，因为单笔资料的梯度杂讯很大。你可能会问，杂讯这么大，这样训练真的有效吗？这里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事情，在高维度的深度学习中，这种不稳定的抖动反而是跳出局部最佳解的关键机制。因为如果你走得太精确，很容易卡在一个不好的 local minimum 出不来。随机噪声反而给了你跳出去的机会，但纯 SGD 的杂讯还是太大了，所以才有了接下来的 mini batch SGD。好，我们把这三种方法放在一起比较。Batch GD 每次用全部资料，梯度估计精确无杂讯，但大资料集几乎不可能用。纯 SGD每次只用一笔随机抽取的资料，杂讯极大，现在几乎绝迹。Mini Batch SGD 每次用一小批，比如32或128笔，梯度稳定且保留适度随机性，这是现代深度学习的标准配备。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我要你记住，我们现在口中所说的 SGD， 在实务上 99% 都是指 Mini Batch SGD。所以以后你在论文或教科书里看到 SGD， 预设它指的是 Mini Batch 版本。这不是错误，是业界约定俗成的用法。你可能已经知道 Mini Batch 是把一批资料的梯度取平均，但你知道为什么要取平均而不是加总吗？我们看公式， theta 更新为 theta 减掉 eta 乘以 m⁻1，再乘以所有样本梯度的加总，中间那个 m⁻1就是取平均的关键。有两个理由。第一，民调效应，每笔资料的梯度方向都略有不同，有的偏左，有的偏右，取平均之后，极端值会互相抵消，得到一个比较可靠、比较有代表性的估计。这就像民调问100个人的准确度，远高于只问1个人。第二，尺度解耦，这个更实际，取平均之后，梯度的数值大小跟 batch size 完全无关。为什么这很重要？你想想，如果今天 batch size 是32，明天换成64，如果是用加总而不是平均，梯度值就会直接翻倍， learning rate 就需要跟着调整。取平均之后 batch size 改变，梯度的尺度不变， learning rate 可以保持稳定，这才是工程上好操作的设计。这页我们来解释一个历史遗留的命名问题。SGD 这个词在机器学习早期确实是指每次只用一笔样本，后来大家发现 Mini Batch 更实用，就直接沿用 SGD 这个名字，没有另外发明新词。就像 Wi-Fi 这个词，其实没有任何缩写的原始意义，但大家都这样叫，就这样叫下去了。SGD 也一样，变成了 Mini Batch SGD 的代名词。你看 PyTorch 里的程式码 torch.optim.sgd，
它预设就是让你配合 data loader 输入 batch size 的 mini batch SGD。纯 SGD， 也就是 batch 等于1的版本，几乎已经绝迹了。所以结论就是，你说 SGD， 大家都懂你是指 mini batch SGD， 不用纠结这个名字。这一页要回答一个很好的问题：mini batch 每次用32笔或128笔资料，哪里来的随机性？答案是，随机性来自 shuffle， 也就是洗牌。你看图的流程，左边是原始资料集，带有顺序偏差，比如前面几千笔都是 A 类，后面几千笔都是 B 类。如果不 shuffle， 每个 batch 的样本分布就会严重偏斜，梯度估计就不准。shuffle 把资料打乱之后，再依序切成一个个 batch。epoch 1的第一个 batch 跟 epoch 2的第一个 batch 组成完全不一样，这就是 mini batch SGD 的随机性来源。所以要厘清一件事，随机指的不是每次只抽一笔，而是哪32笔被选进同一个 batch 是随机的。每个 epoch 重新打乱，确保模型永远不会以相同顺序看资料。这就是 stochastic 至今仍成立的真相。好，到目前为止，我们理解了 SGD 是怎么用资料估计梯度的。但光有梯度方向还不够，你还需要一个引擎来决定怎么用这个梯度更新参数。这个引擎就是 optimizer。Learning rate 跟 optimizer 的关系，我用比喻来解释。Learning rate 也就是 eta， 就是油门，控制你每一步走多大。Optimizer 就是整个传动系统，决定引擎怎么把油门转换成实际的轮子转速。纯 SGD 的问题是什么？油门是固定的，所有参数共用同一个基准步伐。遇到 loss 曲面平坦的地方，梯度小应该走大步，结果却走得慢如牛步。遇到陡峭的地方，梯度大应该谨慎，结果却暴冲震荡。这就像开手排车，你只能踩一个固定开度的油门，不管路况如何都不动。这页展示了 Optimizer 是怎么一步步进化的。第一代纯 SGD 就是手动油门，最基础，所有参数用同一个 learning rate 更新。第二代 SGD 加上 momentum， 加入了惯性的概念。想象一颗球滚下山坡，它不会因为地面有一个小颠簸就停下来，而是会带着之前的速度继续往前滚。Momentum 就是把过去的梯度方向累积起来，有效减少山谷间的左右震荡。第三代 Atom 把 momentum 和 RMS-prop 的优点完美结合在一起，既有方向惯性，又有大小阻尼，这就是现代的自动驾驶。你只要设一个大概的 learning rate，Atom 会帮你在内部把每个参数的更新量调整好。目前 Atom 是业界标配，大部分情况下直接用它就对了。这一页是整个 Optimizer 部分最重要的一页，我要你看清楚一件事 ，Atom 到底在调整什么 ？Atom 的更新公式 theta 更新为 theta 减掉 eta 乘以 m 除以根号 v。M 是过去梯度的加权平均，代表方向 ；V 是过去梯度平方的加权平均，代表大小。看图的天平，左边情境 A 陡峭路段，历史梯度大，所以 V 大，分母根号 V 大，整个更新量缩小，自动减速，避免震荡。右边情境 B 平缓路段，历史梯度小，所以 V 小，分母根号 V 小。整个更新量放大，自动加速，不会在平坦区域停滞不前。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很多人搞错。Atom 从来没有改变你设定的全局 learning rate eta 一直都在，是固定的基准。Atom 做的是在 eta 的基础上，为每个参数计算一个有效更新量缩放比例，效果上等同于每个参数有自己动态的 learning rate。但 eta 本身没有被动到，所以 Atom 是一台聪明的自排车。你设好油门 eta， 它自动根据路况调整每个轮子的转速。好 ，Atom 已经很聪明了，为什么还需要 scheduler？ 因为 Atom 虽然能帮每个参数自动缩放更新量，
但它没办法解决一个问题：整个训练过程，全局的基准步伐伊塔应该是固定的吗？你看图，训练前期，模型离最佳解还很远，应该用大 learning rate， 大步幅快速奔跑，远离随机初始点和 local minima。训练后期已经接近最佳解，如果 learning rate 还很大，就会在谷底反复横跳，永远收敛不了。这时要用小 learning rate， 精细步伐，锁定山谷最低点。Scheduler 的定义上叫 schedule， 自动且直接改变 eta 本子的配色创新。这跟 Adam 不一样 ，Adam 不改 eta，Scheduler 直接改 eta， 两者是叠加使用的。这页介绍4种常见的 Scheduler。第一个 Step Decay 最简单，每隔固定的 epoch 数，把 learning rate 乘上一个比例，比如乘以 0.1， 曲线是一个阶梯状，简单粗暴但有效。第二个 Cosine Annealing 目前最常用的策略 ，learning rate 依照余弦曲线平滑的从高降到低，好处是下降的很平滑，没有突兀的断崖，后期收敛非常稳定。第三个 Warm Up 专门为大模型设计的策略，训练一开始先从很小的 learning rate 慢慢线性升上来，再开始下降。为什么要这样？因为 Adam 刚开始时内部的统计量 V 还很小，很不稳定。如果一开始就用大 learning rate， 有效更新量会异常大，训练容易爆掉。Warm Up 让 Adam 有时间把内部统计量稳定下来，再开始正式训练。第四个 Reduce LR on Plateau 一种被动式策略，不按时间表降 learning rate， 而是监控 validation loss， 只有当 loss 停滞不进步的时候，才触发一次降低。最后的 Pro Tip 非常重要 ，Adam 加 Warm Up 加 Cosine Annealing 是当机训练巨型 AI 模型的黄金三角组合。GPT、BERT 这些大模型几乎都是用这个组合训练的。这一页解答一个初学者非常容易混淆的问题：既然 Scheduler 要绑定 Optimizer， 为什么还要分开呼叫2个 step？ 投影片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Scheduler 等于交通号志系统，只负责举牌，决定当下的全局速线，也就是 eta 是多少，它不负责开车。Optimizer 等于司机和车辆，看着速线牌，同时盯着路况，也就是梯度，真正踩下油门更新模型参数 theta 的执行者。把 Scheduler on 定 Optimizer， 只是让 Scheduler 知道要去改哪个司机的速线。投影片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 ，Scheduler 等于交通号志系统，只负责举牌，决定当下的全局速线，也就是 eta 是多少。它不负责开车。Optimizer 等于司机和车辆，看着速线牌，同时盯着路况，也就是梯度，真正踩下油门更新模型参数 theta 的执行者。把 Scheduler 绑定 Optimizer， 只是让 Scheduler 知道要去改哪个司机的速线，但呼叫 Scheduler.step 绝对不会更新模型参数，它只是改了 Optimizer 里面 eta 的数值。所以训练时的正确顺序是：第一步 loss.backward 计算梯度，第二步 optimizer.step 用当前 eta 更新参数，第三步 scheduler.step 调整 eta 供下一步使用。这页把训练回圈的4行核心程式码跟我们学过的所有概念对应起来。Shuffle 打破资料的顺序偏差，创造跨 epoch 的随机性。这是 stochastic 的真正来源。Loss.backward 计算路况，算出 mini batch 的平均梯度，告诉我们现在的 loss 曲面往哪个方向下坡。Optimizer.step 司机开车，根据 Adam 内部的阻尼机制与当前的速线 eta， 实际更新模型参数 theta。Scheduler.step 导航更新，调整 eta 的数值，为下一步的行驶做准备。最下面的警示请特别记住 Scheduler.step 必须永远放在 Optimizer.step 之后执行，因为 Scheduler.step 更新的是下一步的 learning rate。
如果放在前面，当前这一步就用到了错误的 learning rate。这一页是完整的 Adam 加 warm up 加 cosine annealing 实作程式码。我带你逐段看。第一段，建立 Adam Optimizer， 设定全局基准 learning rate 等于10的负3次方。第二段，建立 warm up scheduler， 使用 linear LR。Start factor 等于 0.1， 表示一开始的 learning rate 是10的负3次方乘以 0.1， 等于10的负4次方。End factor 等于 1.0， 表示 warm up 结束时回到10的负3次方。Total iters 等于100，表示这个过程持续100步。第三段，建立 cosine annealing scheduler。Tmax 等于900，表示接下来900步做 cosine 下降。Eta mean 等于10的负6次方，是 learning rate 的下限，不要设成0，避免训练完全停止。第四段，用 sequential LR 把两个 scheduler 串接起来。Milestones 设为100，表示第100步之后自动切换到 cosine scheduler。训练回圈里，每一步都要依序呼叫 optimizer.step， 然后 scheduler.step， 顺序不能反。这样整个黄金组合就实作完成了。最后，我们用这个三角形来收尾，把今天学的所有东西整合起来。模型训练有3个核心元件，缺任何一个都不完整。顶点 data 也就是 batch 和 shuffle 多样性与方向基石，它决定了每次更新梯度的品质，控制随机性与杂讯。没有好的 batch 设计，梯度估计就不可靠，后面什么都白谈。左下 optimizer 也就是 Adam 等等智慧驱动力，它根据梯度在全局 learning rate 的基础上，自动为每个参数计算最合适的有效更新量，是真正执行参数更新的执行者。右下 scheduler 也就是 learning rate 排程配速导航策略，它根据训练进度主动调整全局 learning rate， 确保训练从早期的大步探索平滑过渡到后期的精细收敛。这三者形成一个闭环协作。Data 提供梯度讯号 ，Optimizer 决定怎么用这个讯号更新参数 ，Optimizer 决定怎么用这个讯号更新参数 ，Scheduler 决定整个过程的节奏与步调。深度学习的 loss 地形极度错综复杂，唯有理解这3大元件的独立职责与协同合作机制，才能在黑暗的高维度山谷中精准导航至最佳解。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